穿越成古代农户，我不种地，却每天用昂贵的木材生火炒沙子。快来看呐，沈家的傻子饿疯了，竟然要炒沙子充饥。真是个傻子，那木柴多金贵呢！笑吧，这锅要是烧成了，足以让我逆天改命。物理老师说过，沙子融化就能变成玻璃。在这个时代，一个琉璃杯价值连城，这下发财了。你就是沈老二。你哥赌钱输了，欠咱80两银子。今天我来问一句，这钱谁来还？爹，你别吓我！80两，咱家哪来的80两啊？宽限10天，我拿钱赎人。10天，拿沙子还，最后7天捡不到银子，老子活剐了他！记住，7天。都怪你，整天不种地，就知道烧这些破沙子。现在好了，你哥被人绑走了，咱家完了。我知道了，柴火根本烧不化沙子，必须用炭。爹，借我点钱，我要买炭。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全村都说咱家出了个傻子，你还嫌不够丢人？等我造出琉璃，卖了银子，就有钱赎大哥。琉璃就凭你这一盆破沙子？拿去吧，败了也好死心。不能让这败家玩意儿糟蹋银子。燕哥，顾三儿，你哪来的钱？听说你缺钱，我把那间破宅卖了，你看够不够买炭？真是人傻钱多，银子借给他，等着血本无归吧。这不是借，是给。当年溺水，是你救了我一命，今天就算还恩了。走，去市集买炭。夏天买炭，穷鬼想烧炭自杀呀？哎呦，两位爷，您早说是贵人呐！哥，3天了，沙子咋还是沙子？沙子的熔点是1700度，硬烧不够，得用助熔哈剂。走，去海边。这回不炒沙子，该煮贝壳吃了。碳酸铊有了，生石灰也有了。哥，你这又是啥妖术？哥，快看呐，沙子烧成水了！哈哈哈哈，成了！老子终于成了！燕哥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亮的东西。这就是咱兄弟俩的荣华富贵。走，去城里最大的当铺。哼，干什么的？要饭去后街，别当贵客。二位稍等，小的去禀报二掌柜。两位小兄弟，这东西从何而来？东西干净，掌柜只管看值不值钱。里面请。这等琉璃，京城权贵家也未必有。你们穿成这样，说是自己的，谁信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杯子8成是偷来的。今日我替天行道。燕哥，小子，你不怕？掌柜若真想发财，就不该只盯着眼前这一只。这只是第一只。我年少时救过一位西域老者，他临走前赠我琉璃烧制之法，此法极难，可一旦杀成，便不止这一只。只要我活着，
以后这种杯子可以源源不断供货。我要是死在这儿，生意也就断了。放肆！大掌柜，开门做生意讲的是规矩，见财起意坏的是招牌，你连这个都不懂？刀收起来，滚出去！沈公子，顾兄弟，今日是我当铺失礼。此杯通体无杂，若遇识货贵人，500两不难。500两，够买半套大樊子了。那就500两。往后琉璃只供我一家，我便力所能及，替你挡些麻烦。神烟哥，不好了，范彪又来讨债，正在你家闹事。燕哥，阿奎，沈公子的事，你去解决。带路。期限已到，不想死就给老子搬出去！范爷，再宽限几日。他一个烧沙子的傻子，能想出个屁！范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奎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兔崽子，你还敢回来？怎么跟沈公子说话的？80两，一文不少，2清了。放人！慢着，银子还清了。前几天你踹我，还有欺辱我父亲的账怎么算？我这就废了他。不劳你出手，古三，给我狠狠的打。是。沈燕，我跟你没完！刚才谁笑得最大声来着？小弟，哪来这么多钱？真造出琉璃啦？当初不是说打水漂吗？现在眼红了？沈燕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哼，干什么的？要饭去后街，别当贵客。二位稍等，小的去禀报二掌柜。两位小兄弟，这东西从何而来？东西干净，掌柜只管看值不值钱。里面请。这等琉璃，京城权贵家也未必有。你们穿成这样，说是自己的，谁信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杯子80%是偷来的。今日我替天行道。燕哥，小子，你不怕？掌柜若真想发财，就不该只盯着眼前这一只。这只是第一只。我年少时救过一位西域老者，他临走前赠我琉璃烧制之法，此法极难，可一旦杀成，便不止这一只。只要我活着，以后这种杯子可以源源不断供货。我要是死在这儿，生意也就断了。放肆！大掌柜，开门做生意讲的是规矩，见财起意坏的是招牌，你连这个都不懂？刀收起来，滚出去！沈公子，顾兄弟，今日是我当铺失礼。此杯通体无杂，若遇识货贵人，500两不难。500两，够买半套大樊子了。那就500两。往后琉璃只供我一家，我便力所能及，替你挡些麻烦。神烟哥，不好了，范彪又来讨债，正在你家闹事。燕哥，阿奎，沈公子的事，你去解决。带路。期限已到，不想死就给老子搬出去！范爷，再宽限几日。他一个烧沙子的傻子，能想出个屁！范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奎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兔崽子，你还敢回来？
怎么跟沈公子说话的？沈公子，80两，一文不少，2清了。放人！慢着，银子还清了。前几天你踹我，还有欺辱我父亲的账怎么算？顾三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是。刚才谁笑的最大声来着？小弟，哪来这么多钱？真造出琉璃啦？当初不是说打水漂吗？现在眼红了？沈燕，你给老子等着！燕哥，刘麻子那脸像吃了苍蝇。走，先换身衣服。燕哥，我穿这个像不像偷来的？不像偷来的，像刚发财的。燕哥，这一坛酒比我见过的银子都贵吧？顾三，你以后想干什么？燕哥，我想当京城最大的菜农。今晚春风楼花魁芸娘初次待客，价高者可请芸娘姑娘共饮一夜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哥就帮你拿下。10两，公子，20两，20两，50两，50两，50两，80两，100两。燕哥，太奢侈了。也爽快。110。公子今日没带那么多银子。花魁值100两，可一个权贵人脉值1万两。顾公子，请。顾三，今晚这花魁先让出去，改天哥给你选个更美的。燕哥这么做肯定有燕哥的道理。君子须成人之美，兄台喜欢芸娘，那今晚便让给兄台。花100两拍下，又转手送我，兄台图什么？图个朋友。你叫什么？西域琉璃商沈燕。琉璃商，快给沈公子添酒。沈兄，你这人对我脾气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萧某的大哥。燕哥认的人，那就是自己人。都看好了，今日只卖真正的西域琉璃，寻常陶碗瓷盏拿来比都是土壳子。吹这么大也不怕闪了舌头。这是杯子，不是水晶凿的。水晶有杂纹，咱家的琉璃纯净无瑕。此物若摆上宴席，谁还看得上金盏银杯？要20只，今日只放30只，价高者得。听见没有？不是我们沈爷求着卖，是你们抢不抢得到。外面为何如此热闹？回殿下，听说有个叫沈燕的人开了个家西域琉璃店，出了晶莹剔透的琉璃杯，今日引得京城轰动，达官贵人都在争抢。听说他原本是乡野出身，却能徒手造琉璃。沈燕徒手造琉璃，有点意思。燕哥，咱真发财了。京城贵人买的不是杯子，是脸面。只要他们觉得没有琉璃就低人一等，咱们就能一直收银子。我儿真成神仙了。吹吧，他沈老二要能发财，我刘麻子倒着走路。今日我回来不是专程找你们算旧账的，我要在村东修琉璃厂，愿意做工的月俸1两，包吃包住。1两银子，包吃包住我最能干，挑水劈柴门，滚后头排着。当初你笑得最大声，现在还想抢头一个？二弟，我早就说你有出息。咱们是一开场让你大哥给你看账，我给你管饭。现在知道一家人了，当初冷嘲热讽的时候，你们脸呢？爹，您帮我们说句话吧，我们再不是人也是您儿子儿媳呀。燕哥，这种人不能留。好，我给你们一条生路，但谁敢在我厂里动歪书意，别怪我不客气。
八哥，发财的机会来了！沈燕那小子现在日进斗金，肯定要在村东建琉璃厂，那边的地大半都是您的，到时候他要买，咱们狠狠宰他一刀。一个烧沙子的穷鬼也配跟我谈地？好，他不是有钱吗？那就让他吐出来。燕哥，这地方最好，离村近，运沙招工都方便，6亩地够咱们掀起3座炉棚。那就去问价。5000两，这破荒地平时100两都没人要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！顾三儿别喊了，附近的地都是霸爷的，你们要建厂就得掏钱，不给，那你们去天上建啊！价太高了，我们回去想想。想清楚再来，过几天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燕哥，这群狗东西摆明了抢钱。抢钱不可怕，怕的是他抢错了人。萧公子，只要你帮我把土地问题解决，日后琉璃生意，我分你30%。沈燕，你够聪明，一个罢格而已，我替你收拾。6亩地1000两，现在签契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沈燕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？地是咱们的，6000两，少1分不卖，你能把咱怎么样？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客气了。霸哥，开设私赌、非法账贷、逼卖田产、鱼肉乡民，今日查封赌场，清点账册。他逼我卖的田产，为民做主啊！大人，这账册上记录他们放高利贷的详细，还有几笔人命案。沈爷饶命，地我不要钱了，白送还不行吗？机会给过你，是你自己不要。老子就不该趟这趟浑水。燕哥，地真成咱们的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不叫荒地，叫沈家琉璃厂。都排好队，跟着燕哥干，以后饿不死也穷不了。咱现在虽富了，可大钱全被那小子赚走了。把配方套出来，咱单干，把他搞垮，银子就都是咱的了。来，顾兄弟，你们这琉璃可真神了，普通沙子竟能烧出宝贝，方子怕是不简单吧？秘诀？那还真有，沙子要细，碱灰要纯，贝壳粉得重，3:1的比例，一差就废。这回算是长见识了。这傻子真天真，把方子都说出来。咱也烧一个，赚他的钱。老沈，咱是不是弄错比例了？看来顾三儿这小子还灵了一手。兄弟，咱俩合伙干一桩大事儿，跟着老二打下手有啥出息？我出钱，你出方子，咱平分，以后你我都当老板。这不太好吧？有啥不好的？老二不过是运气好，比做生意我才是行家。他那厂迟早被京城商人吞了。顾三儿，哥是真拿你当兄弟。好，那老弟以后就跟你混了。成了，真成了！恭喜沈老板。这规模太小，卖不过老二的厂。他人脉广，铺子多，咱们这点产量算什么？那怎么办？他有名，我就毁了他的名。老二，这回看你怎么翻身！沈长庚纵火烧厂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顾二，你坑我！沈老板，这回的方子是真的。
沈燕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出来的那天，一定要让你加倍奉还！爹，救我！沈燕，你现在有钱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可是你嫂子。燕儿，她再不好也是你大嫂啊。当初你怂恿大哥偷方子卖宅子借高利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你替我还了吧！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。带走。哥，我想成为京城最大的菜农。咱要干第2桩大事，冬天种西瓜。冬天种瓜，主子这怕是忙糊涂了吧？燕哥，冬天河都冻上了，瓜苗能活吗？别人种不活，不代表我种不活。我要用琉璃造暖棚，把冬天变成夏天。沈老板，天冷了就多歇歇，烧沙子能撑饱。种瓜就算了吧，他真把自己当神了。冬天能种出西瓜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他当球踢。我想再试一件事，冬天种出西瓜。兄长连沙子都能烧化，种个瓜算什么？30万两，算我入股30%。好。沈家那疯子勾了个败家子儿，又要烧银子了。混账东西！老萧家一世英名，全叫你败光了。沈大哥是奇人，他说能种出反季西瓜，就一定能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百姓冬天吃上西瓜。快来看呐！沈家那疯子竟然给西瓜苗盖房子！顾三，这回我们赌一场，要是输了就打回原形。哥，我陪你。哥，你快看！按照此苗的种植方法，批量栽种西瓜，温度、浇水量必须保持一致。新鲜的瓜，今日开卖！这大冷天的，哪儿来的瓜？这真是西瓜！爹，百姓10两一个，您要买100两。你小兔崽子，连爹都坑！爹，当初是谁说我败家来着？烧沙成琉璃，冬种得瓜，此人真乃天才。陛下，臣举一奇人，能冬种西瓜，造琉璃如玉。这有此奇人，乃朕之福旨。下月17，昭宁公主诞辰设宴，命沈燕入宫。顾三，我们要准备礼物，但送什么好呢？要送就送这个时代从未有过的东西。皇帝批阅奏章时总是看不清字。一个种地的乡巴佬也敢入宫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别理，离了爹，他们啥也不是。
兵部尚书之子许陵献西域玛瑙项链1条。吏部尚书之子韩越献羊脂玉簪1对。庶民沈燕献礼木盒1只。一个木盒，这怕是柴房里的玩意儿吧？乡下人不识礼数，也敢来献宝。大哥，他们在羞辱你。笑的人多了，我早就习惯。我当是什么宝贝？原来真是个破木头盒。乡下人的手艺粗糙的很。此盒并非寻常之物。莫非他还能跳舞？正是。这是音乐，世上竟有如此奇物！好手艺，好心思。雕虫小技，也敢献宝？雕虫小技，那你可曾造得出虫来？此礼是我生平所见最美之物。沈燕此礼诚意十足。此乃献与陛下老花镜。老花镜。陛下阅奏劳累，双眼昏滑，此物可助明目。轻，好轻，奇人，真是奇人！不过雕巧小物，也敢自称奇人？放肆！我大哥文采过人。一夜秋风吹雪，四季万物重生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好诗，磅礴大气。有大家风范，这才是真正的文人。沈清的诗果然气势磅礴，不像一些心胸狭隘之人做的诗，毫无格局。卿若愿为朝廷效力，朕可封你工部侍郎。臣有一秘方，名曰罐头，可使粮食半年不坏。半年不坏，若此法成，军粮永续，百姓无饥。沈燕，朕见过无数奇人，唯有你的真才实学能改变当朝国运。奉天承运，祖宗保佑，我老沈家终于出大人物了。爹，这不是梦。我儿出息了，沈家有希望了。此物名曰手推车，乃我工部之骄傲，运输军粮神器。能载400斤粮，一人可推，能走马匹不能走的山道。沈侍郎，你可是新贵，不知对此有何高见？能造个推粮的破车，就能当国之重器。这就是皇上封的工部侍郎。造车方面靠的是武器，我有一件兵器，连3岁的孩童都能一击命中敌人。你说的这是神兵还是神话？空口瞎说，谁不会？你若真能造出此物，我当场磕头。认你做爹。好，那就等着磕吧。画的倒挺快，怕不是徒有其表罢了。备幕僚，这里3寸厚，那儿2寸半，弩臂削薄，不可厚重，箭槽要平直。不能偏丝毫。够了。哈哈哈哈！就这小的跟孩童玩具似的，恐怕连只鸡都射不死。能不能射穿铠甲，曹大人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你说什么？大人，你不是要验证吗？怎么怕了？好，那老夫就试试。来人，取甲。现在跪地叫声父亲，还来得及。放肆！黄口小儿，休得狂妄！快射！这怎么可能？好，
好，好，沈主簿果然是奇人，这武器着实厉害。沈侍郎的真才实学，众卿也都看到了，还有谁不服？臣佩服。此物名为何？臣斗胆，赐名沈燕连弩。好物啊，好物！有此兵器，我大夏的军事必将登峰造极。陛下，您都看了一夜了，这沈燕朕该重用。启禀陛下，达军利用地形四面游击，我军粮道被劫，伏昏陆将军求援3次，10万大军伤亡过半。1个月后，若再无粮草，恐全军覆没，伏虎不保。此战当如何？陛下，边关失守，粮草已尽，应立刻调兵10万，反击鞑贼，重振国威。胡言！我军疲弊，再战只会空耗人命。臣请陛下割地修和，以求国安。够了！诸卿之言皆为一时之策，可这10万将士是朕的子民。沈侍郎，你出身庶民，见识独到，可有良策？启禀陛下，边关1寸土地不能让。若今日退一步，明日达军踏马入都；若今日割一地，明日天下再无边。黄口小儿，你不过靠些奇计秘妙得陛下宠信，真当这朝堂能容你放肆？10万大军困边塞，岂是你这雕虫之辈能解的？沈侍郎不知兵法，妄言其策，乃妖言惑众。诸位，我之计非凡人所能参，此策名曰神策。沈卿既称神策，那便说与朕听，此战如何解？陛下请宽心，臣必让伏虎10万起死回生。沈卿，留步。臣在。方才你言有神策，可破边关之危，此刻无旁人，说与朕听听。陛下，此物便是能救10万将士于水火的奇方。这是何物？军粮。这铁皮罐头能救10万大军？陛下请看，这真是肉。回陛下，此乃午餐专肉，士足食之，可立刻恢复体力，且能久存半年，无需火烹，开即能食。真是肉，而且味道极佳。此物为臣亲造，2月前，臣便命顾3列铁为罐，夜以继日打造数千只，取精肉剁碎，高温与灭菌，再混与面粉、盐香、花料密封而成，可防腐，可远运，可久存。只要有此军粮，我大夏边军再无饥寒应验。竟早有准备。沈燕，臣料敌必攻粮道，故先做造此以备不时，定是赐你于朕。此番出征，朕再命太子随行。太子尚无军功，历练一番方能服众。且此战关乎国运，朕放心不下。臣明白。好，3日后启程出关平乱。若败了你，臣沈燕仅以性命担保，必胜而归。传旨，即刻拨兵5万，由沈燕挂帅，驰援伏虎山。裴恒，此战若再迟疑，10万将士便要葬身荒原。朕信沈卿，若他能造兵器，能造军粮，他就能造胜仗。臣遵旨。让兄弟们把货看好了，别让人给抢了。沈大人，听说您要出征，这是我亲手所绣，里头有菩萨舍徽，能保平安。多谢殿下厚恩，若凯全。哎呀，咱妹子喜欢上你了，好福气啊！连我都没收过她的香囊。殿下取笑了。走吧，该上路了。我还想看看你这罐头军粮到底有多神。不出征！沈清，那琉璃是怎么烧的？你那连弩真的能连射10箭吗？你说的午餐肉真能放半年？弩机靠连匣地箭，助燃靠风道聚火，风罐则要密合不漏。妙啊，真是妙！我总算明白为何父皇对你如此信任。沈清，这沙漠可真闷，整日打仗的，没点乐子吗？这叫象棋，以国为局，以兵为子，将帅不可轻动，兵卒虽小，过河也能改局。敌袭，快应战！弃粮撤营。什么？主帅，那是咱们半月的抗粮啊！本帅命令，立即丢弃所有粮草，全军彻夜撤退。诏令行事，违者军法伺候。沈清，你疯了吗？粮草就是军命，你这不是退，是弃国！殿下，快走！再迟一步，连命都没了。沈清，你放开我！殿下若想死，臣陪你回营也无妨。沈清，你让我看错你了！堂堂5万大军竟被你带着仓皇逃跑，你是懦夫，缩头乌龟！没有粮草，你要拿什么去打仗？殿下，达军若真吞下，3日之内连马都下不了地。什么你？巴豆粉
你还真是卑鄙，哦，不是诡计多端。兵者，诡道也，能胜，便是道。沈燕败了，粮草尽失，军老夫早就说过，一个黄口小儿怎担得起国战？如今可好，粮丢了，并是老夫之子领军，早已斩达10万。陛下即刻发报战燕。战事尚未结束，朕信沈燕。殿下，该轮到我出手了。集结人马，准备反攻。大人息怒，咱这只是卖铁的，哪敢坏您老的规矩？兄弟们在此驻扎不易，这点辛苦钱，聊表敬意。哼，铁货都卸下来，让我看看。真不瞒着您，这铁矿是京师官设定货，留在您手上也卖不出钱，况且重的要命，运都不好运。等我交易成了，3成利润奉上给您做过路费，保准您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哼，有点脑子。此道只有一条，你要走也得从我面前过。行，那就放你过去。哼，但若敢骗我，多谢大人高抬贵手。卸货，上山。顾三，沈燕派你来的？正是，属下奉命送军粮。军粮？你在戏弄我？我手下兄弟饿死1000人，你却拖着一堆铁坨子来糊弄我？将军何须动怒？这铁坨子可比金子值钱。这是肉，热的。将军请尝。这是沈燕造的。正是，此名午餐肉，开罐可食，半年不坏。沈燕大人说，有他在，将军便能杀回去。杀回去！连弩就位。他娘的，这才是吃饭！断粮的不是他们吗？这些人怎么还活着？停！杀！沈清，此战咱们赢了。敌手已斩，3万阵亡，5万俘虏，此地失地已复。沈清，你可知此战救了我大梁万民？臣不敢居功，胜在陛下信臣，胜在太子敢战，胜在将士不退。太子监军有功，封沈燕为靖边伯，加兵部参议，准其开府建营，参与军粮军器之事。沈清，朕今日赏你万金，你还想做什么？臣想养猪。靖边伯刚封官就想回乡喂猪，荒唐！堂堂朝廷贵，就要干腥臭贱也。您如今是伯爵，何必自验身份？陛下，边军苦在军粮，羊肉贵，牛肉少，鸡鸭难远运。就那玩山超男人，就真以为自己能屌都不吃？3个月后，前厂里到饭肉不好吃，臣辞官还乡。好，朕就等你这道肉。靖边庄疯了，打完战不练兵，跑去养野猪。沈燕烧杀成琉璃，冬天种西瓜倒也罢了，可野猪能变成美味？那不是把臭泥捧成金饭碗吗？哥，这玩意儿比达子还凶，你确定咱养的是猪，不是养了一群祖宗？野猪难吃，不是猪不能吃，人不会养。伯爷怕是真疯了，
满身官袍不穿，天天蹲猪圈闻臭味。哥，你这是要把猪变太监啊？想让肉不骚，就必须这么做。沈燕不但养猪，还给猪净身，外头都说这不是打月光光的脸吗？靖边侯，朝廷给你兵权，不是让你在这里和猪称兄道弟。猪肉再分3盘，难道就不臭了？大人若敢尝，3日后再来。荒唐！本官绝不吃这等贱肉。哥，3日后真能成？3个月，这3个月，他们笑得越猛，跪得越响。能活，能吃，能长肉，这才算真正养起来。哥，这真是猪肉。完了，这要是贱肉，那我愿意一辈子贱下去。一次成功不够，要打脸，就得当众打。沈大人，今日可是自己立下军令状，若猪肉难以下咽，辞官2字可不能忘。自然。此肉虽出身低贱，却也勉强入口。大人刚才夹的是第5块。沈清，此肉若能量产，边军可用。不止边军可用，臣还能做卤肉、腊肉、火腿、罐头，让猪肉变成大梁新的军粮底牌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只要愿意卖，价格好商量。是啊。哥，这帮人现在上门送钱，你咋还不卖？他们之前看不起猪肉，现在想偷偷吃。我要让他们不但吃，还要排队吃。今日试吃，不要钱。这可是猪肉啊，听说臭得很。皇上吃了，咱们能吃吗？你先尝，不好吃砸我招牌。香！猪杂汤3文1碗，卤肉10文1份，红烧肉先到先得。哥，这香味儿，连路过的狗都不肯走。这是什么肉？申先生，这个肉我劝要。你买得起吗？2万只火腿。2万只火腿，这外邦人疯了吧？说不定是沈燕请来的外邦骗子，故意替沈记造势。哼，2万只火腿，他沈燕有2万头猪吗？就算有，他拿什么烟？拿嘴吹干？上帝，不，东方的神啊，这东西能救命！皮特先生买这么多火腿，不是为了卖给贵族吧？法国与意大利交战，我家族负责军需，肉干难吃，羊肉昂贵，军队缺少能远运的肉。你这个火腿若能放久，就是战争里的金子。银子我可以少收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用红酒抵1半货款。法国战乱，酒庄存酒难卖，你家既然是军需家族，必有庄园。我给你火腿，你给我红酒，你解决军需，我打开大梁权贵的酒桌。父亲，东方有肉，可存可运可供军。2万火腿若成，我家军需危局可解，请立刻调红酒20船换货。终于有救了！沈燕想腌2万只火腿，除非他跪着来求我。哥，要不咱去抢？抢盐是死路。既然买不到盐，
那就造盐。沈大人，你会烧沙子，会种冬瓜，会养猪，可盐不是你能碰的。林家主想说什么？你火腿生意需要盐，我可以卖你市价3倍。不买。沈大人，你可想清楚，没有盐，2万只火腿就是2万头臭肉。父亲若只会坐地起价，林家的盐业迟早败在你手里。放肆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沈大人若真能用海水制盐，我愿拿林家海边废滩入股。林姑娘不怕我输30年？再不变就会被人踩死，与其等死，不如赌。你们造，老夫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从海里捞盐。纳潮池引海水入场，禅天池去泥沙杂物，晒卤池靠日晒浓缩，结晶池让盐花析出。哥，这海水看着跟水一样，真能晒出盐？水会走，盐会留下。修成弧形堤，加闸门，潮来开闸，潮退关闸，再挖排洪渠，把大浪引走。纳潮池再修浅晒卤池，结晶池分隔。我早说了，海水造盐就是笑话。沈燕这回摔得比养猪还惨。摔得好，摔疼了他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他能碰的。哥，肯定是林家那帮老东西干的。堤太直，浪一冲就破，重修。还修？盐，真有盐！不，苦，苦盐，喂牲口都咸。第一吃，杂质多，不要。好，是。清露洗盐，分层收取。这盐竟如此洁白。不是海水不能制盐，是你们30年只会躺在盐瘾上吃老本。这海盐入口咸净，一点都不苦，比林家的盐白太多了。不可能，海水怎么可能晒出这么干净的盐？哥，咱们一天赚的银子比以前琉璃店1个月还多。钱越多，刀越快。海盐厂专供军需与火腿腌制，归靖边伯调度。林雪协办盐务。奉旨查私盐，靖边伯私开盐场，扰乱盐政，押回京中候审。这是陛下准许的军需盐场，咱家只认东厂文书。让他们查。查完了吗？查完，该我查你了。你敢调兵围东厂？奉陛下密旨，护军需盐场，擅闯者按扰乱官务论。奴才管教无方，底下人误会圣意，惊扰靖边侯军需盐场，奴才有罪。此物可随军远行，可存1年，可煮汤，可切片，可充饥。若配罐头，边军3月不缺肉。赐名靖边火腿。红色的酒，蛮夷喝的血水吧？沈燕卖猪肉还不够，如今又卖洋人的酸水。让市部局扣传，外邦酒水未经产验，恐有毒。沈先生，酒肉扣在港口，天气一热，坏了就全完了。带琉璃杯、火腿片和100坛红酒，直接进京。红酒今日限量，先到先得。此酒虽不如黄酒厚重，却别有沈清，这东西配火腿简直绝了。陛下，外邦用酒换我大梁火腿，此乃以货易货，复国之道。准。这酒怎么是红的？不会真有毒吧？
再来一杯。沈先生，您救了我的家族。哥，这帮人当初骂猪肉低贱，如今吃猪肉喝洋酒，一个比一个装疯呀。人从来不是讨厌新东西，那讨厌什么？讨厌新东西不在他们手里。奸商害命！洋酒有毒，真喝死人了！沈记这回完了吧？谁敢污蔑我哥？有杏仁味，不是红酒，是毒。封住现场，把所有酒坛摆开。今日不查清，审计关门。沈大人，若真是酒有毒，你这条产业链怕是要断了。真酒从海港入库到餐馆出库，全都有册。这坛酒封口不对。这坛酒根本不是审计卖出的908编号。大人饶命！是魏公公手下的人让我做的，他们说只要毒死一个人，审计就完了。大人方才不是要查吗？现在查到东厂头上，怎么不查了？拿人命害审计，太毒了！查东厂，查到底！有编号，有火漆，有审计印记，这才配得上送礼。热乎的。你好像永远都不怕。怕有用吗？若有一日，你怕了呢？那大概是因为身后有了不能输的人。臣以为应修长城，罪共，先保边境太平，调兵10万，再北伐。沈清，你怎么看？臣以为不能再按旧法打草原。不用旧法，难道你还能让大军飞过去？草原最难的不是敌人，是粮道。大军出征，粮草从京城运到前线，食不存一，路上人吃马啃，还要防敌骑阶段。我们打的是仗，他们打的是我们的粮。继续。臣要练一支游牧骑兵。兵随草走，马随水行，带牛羊活粮，带火腿罐头做脊梁，能追，能退，能绕，能在草原上活下去。荒唐！我大梁天朝上国，岂能学蛮夷放牧？大人是想要面子，还是想要边境百姓的命？准！沈燕，朕给你3万骑，5万牛羊，3个月练兵。若成，北伐；若败，军法处置。臣领旨。沈燕。你会做肉，不代表你懂骑兵。陛下，靖边侯屡出奇策，可此事关乎国本。若练出一群四不像，岂不误国？父皇，儿臣愿随沈清练兵。上次你教我棋局如天下，这一次我想亲眼看看你的天下棋。沈大人，这一次可不是猪肉红酒的小把戏。公公说的对，这一次是灭国的买卖。咱们是兵，又不是洋馆。靖边伯是不是养猪养上瘾了？如今连人也想放牧。靖边伯有令，全军3日不发粮，只准跟着牛羊牵营。哪有这样练兵的？哥，我以前想做菜农，现在怎么成洋户总管了？全天下最大的菜农，当然也管肉。查不出原因。沈燕练兵无方，害死战马，请陛下撤换主帅。是魏公公的干儿子让小的做的，他敢害军马，那怎么办？换材料，装不知道。等北伐时，让他们以为我们马弱，
好，让他带着这支烂军去草原送死。他这是迷路了，怕是还没见到敌人，自己先饿死了。沈清，若此法成，大梁以后就不怕远征了。这只是开始。良人带着牲口来送礼了。中计了！怕了，不是怕，是终于知道战功不是父皇赏的，是拿命换的。沈燕首战大捷，一战斩敌3000，小马5000。不可能，3万新骑怎么可能打赢草原兵？沈先生，我父亲说火腿救了我们家族，现在轮到我们回报你。哥，这玩意儿比连弩还凶，它能轰开城墙。这玩意儿真能比弓箭厉害。哼，洋人的东西未必靠得住，战场上还是刀枪弓马最实在。测试。若此物能配合骑兵，先用连弩稳阵，再用火枪破旗，火炮攻营。敌人若聚就轰，敌人若散就追。还真有人敢炸火器营！老奴不知啊！自今日起，萧东厂查宣务之权。沈清，朕年轻时只想守住边境，可如今看着你，朕忽然想知道大梁的旗能差多远。若陛下只想守，边患永远不绝；若陛下想打，就不能只打一场。你想西征？臣想沿草原带推进，草原有牧草，均可自给；西域有商路，酒、火器、琉璃、火腿都能换钱。再往西是比特的故乡，那里有军火，有机械，有战争，也有机会。父皇，儿臣愿随沈清西征。哈哈哈，你是太子，不能再轻易涉险。沈燕，你屡立奇功，又与昭宁情投意合，朕今日赐婚，将昭宁嫁你为妻。沈燕，你敢去世界尽头，我便敢陪你去。陛下，魏将军称病，无法出席。哥，咱这是打仗还是搬家？这次是去开一个新世界。救郎君！当初就不该走这么远。大梁军队离京万里，若粮尽，谁来救？每日宰羊多少，火腿消耗多少，罐头存量多少，沿途草场能养多少马，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水有毒！
无水无草，军必乱。沈燕，怎么办？他们烧的是表草，根还在。黑石河一战，大梁军斩敌2万，收复草原3部。靖边王，你不是来抢草原的，我是来定规矩的。什么规矩？归顺者通商，劫掠者灭族。2、4、6、8、10。东方的沈先生，您送来的火腿救了我的家族，也救了前线的军队。哥，这老爷子还挺懂事儿。我们不只是商人。我们是法国战争背后的居胥巨商。我们的骑士勇猛，但军粮不足，火炮笨重，后勤混乱。沈先生，您若愿帮我们，我愿以军火、红酒、工匠和港口贸易权作为报酬。哥，港口贸易权啊，这可比饭馆大多了。Un marchand oriental se prend pour un stratégite? 骑士营强攻城门，火炮轰城，3日可破。粮只够10日。不用攻城，断水。哼，懦夫才断水，勇士攻门。勇士死了，懦夫赢了，城归谁？沈先生说得对。正面硬撞，只会死人。那你要如何挡住重骑？沈先生，这不是战争，这是算术。战争本来就是算术。王室愿授予沈先生封地、港口和爵位，只求您长期留在欧洲，帮助我们整军。沈燕，你不用为我停下。我嫁你那天就知道，你不会只属于一座城。可你和孩子，是我不能输的理由。那就赢。哥，这哪是攻防，这是把大梁搬到欧洲来了。拿钱。我叫达芬奇，我想见这里的主人。
真正的时代碰撞来了。他如何点火？如何密封？如何让铁丸飞出？这个结构更妙，连续发射，机械复位。东方人竟把弓变成了机器。哥，这洋人是不是有点疯？疯得好。炮架统一，车轮加铁箍，零件可拆可换，让炮口自己抬起，不必10几个人硬推。画画的也懂火炮。沈先生，这还不够，若能让炮弹爆开，威力还能翻倍。偷我哥的东西，你祖宗没告诉你，沈家的仓库比皇宫还难进。哼哼。欧洲的敌人终于开始认真了。沈先生，工坊可以重建，您不能出事。桥车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平日拆成几节木车，随军行进。遇河可拼桥，遇壕可铺道，遇攻城可做云梯底架。哥，你俩真是连木头都不放过。怕了，机器能建桥，也能杀人，所以掌握机器的人，必须知道自己要守什么。你守什么？家、国，还有那些愿意跟我活下去的人。册封沈先生为东方亲王，赐欧洲边境封地，准建成驻军。此城名为梁西城，大梁在西方的城。哥，咱真从炒沙子炒到欧洲来了。撤！什么人？父皇旧疾复发，朝中魏怀恩又有抬头之时，兄条远在万里，暂勿轻动。若京中有变，我自可应对。你想回去？现在回去，欧洲这边刚稳，大梁那边也未必真乱。若我一动，反而让魏怀恩找到借口。更重要的是，昭宁快生了。哥，你有儿子了！取个名字吧。沈承远，承大梁之志，行万里之远。这是少主第一份产业。太子的字，沈燕见过太多次，这封字形象，却少了一股劲儿。哥，太子够意思啊！一登基就召你回去加封。
太子从不这么叫我。这封信太客气，太圆滑，太像宫里老狐狸写出来的东西。传东方信使，太子可亲自临朝？奴才不知。你送诏书来的，你不知？小的只听说，如今宫中大小诏令多由司礼监代传。沈燕，他架空了皇兄。他不是想封我，他是想骗你回去杀。我人在西域，他动不了我。我若带大军回朝，就是谋反；他若骗我轻装回去，就能在路上杀我，或在京城扣我。那就别回，梁西城有兵有炮有粮。咱们现在家大业大，没必要回去送死。我若不回，大梁就落进魏怀恩手里。可你回去会死。我不回，太子会死。哥，我跟你回去。让商船假装在贡里，从海路东归，放出消息，说我会带昭宁、公子和大批财物一同返朝。最后一路，随我轻装东行。这是你当年造的第一批琉璃，我一直留着。等我回来。等我回来，继续造更大的东西。那我等你讲东方皇宫的机械秘密。哥，这老太监现在怕是气得吃不下饭。他吃不吃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太子还能不能活着等到我？交兵符，交了兵符不就成案板上的肉了？所以不能走正门。太子表面临朝，实则出不了宫门。萧景行被软禁，陆将军被调离，凌雪盐场被查封，审计产业被强征为皇庄。哥，他们动了审计，这狗东西还留着干啥？砍了！留着，留着狗东西干啥？让他送信。还真敢回来，义父，要不要在城外动手？不，让他入京，我要让天下人看着这位镇西亲王是如何跪在咱家脚下的。哥，兜了一圈，咱又回到炒沙子的地方了。当年从这里起家，这次也从这里翻盘。审计就不闹事，百姓聚集，说要讨还盐场和饭馆，要进军镇压。魏怀恩强征军需盐，倒卖私盐，账册在此。殿下，好久不见。沈燕呢？兄长，朕来迟了。不迟，朕还活着。太子被奸臣挟持，奉先帝遗诏，进军围攻，诛乱臣。哥，咱们杀出去。
沈燕，这一次我不躲在你身后。好，那就让魏怀义看看真正的新帝是怎么登基的。沈燕勾结外邦，挟持新帝，意图谋反。众军听令，攻入东宫，诛杀逆贼。抗旨者斩！魏怀恩，朕何时被挟持？陛下，您被沈燕蛊惑，老奴是在救您啊！救朕？救到把朕锁在东宫，救到伪造朕的诏书，救到查封审计阮籍宗亲，调离中将。顾三，哥死不了。今日放下兵器者，朕既往不咎；继续随魏怀恩作乱者，诛九族。魏公公，这些年你欺君弄权，今日该还账了。沈燕，你赢不了的。你远在欧洲，朝中全是旧臣，你扶太子登基，他们也不会容你。我没想让他们容我。陛下，大梁若还按旧法走，今日杀一个魏怀义，明日还会有第二个。所以朕等你回来。欧洲梁西城800里急书。夫君，梁西城外出意大利草原残部与海涛海上联军，他们知你会趁虚而入，城远无恙，我亦无恙。但若3月不归，梁西城危。哥，京城还没收拾完，欧洲又烧起来了。兄长，大梁需要你。顾三，伤能不能走？只要不让我养猪，去哪儿都行。好。沈燕，朕封你为镇西王，节制东西诸军，先平京城，再救梁西。臣领旨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